娱乐圈10大未解之谜，排在第一的绝对是李连杰的爷爷。身为爷爷的人，我不知道你够不够胆播出去。就在1983年，正在拍戏的李连杰接到了一通电话，对方表示有一位大领导要见他，要求他立马赶回北京。于是他连夜买了车票，到达指定地点。而那位大领导则直接给了他一封秘密文件。李连杰打开一看，才发现是邓爷爷给了他回信。这是邓小平爷爷。我不想讲内容，但是我讲批示这3句话。想法很好，时机不成熟。第1句，第2句，好好学习。第3句，将来做个栋梁之才。不仅如此，李连杰年仅9岁就受到周总理的接见，而且李连杰小年纪就已经代表中国出使各个国家接待外宾，吃饭直接在人民大会堂，甚至在别人眼中的国家高级领导，对于他而言就是亲切的爷爷奶奶。他真厉害，不是市长就是邓爷爷，就是国家主席。不是，因为我那个年代就是他们是看着我从小长大的，这足以证明李连杰的背景绝不普通。后来在卢沟桥拍摄《太极张三丰》时，因为请来的群演没有精气神，演不出古代士兵的恢宏气魄，看着导演一脸愁容，李连杰则拍着胸脯说包在我身上，直接让当地政府调动1个营的军队配合拍摄。而在香港娱乐圈，李连杰仍旧拥有绝对的话语权，甚至当初向华强夫妇想要请他演戏，都要托各种关系才能搭上话。想请一个明星或想做哪个电影可能很难。李连杰比较困难，托人有托人，文化部的人呢，公安部的人帮我找到他，这个时间也半年吧，才遇得到他，我都不知道原来李连杰调查了我很久。可后来李连杰却做了一个让他后悔终生的决定，那就是放弃了中国国籍。就在李连杰在好莱坞闯荡时，为了能够让女儿在美国接受教育，李连杰就改成了美国国籍。后来为了做慈善，李连杰又成功将美国国籍改成新加坡籍，而正是这一操作让他惨遭国人的谩骂。总是觉得说我要离开中国的话，是不是叛国投敌了？其实不是他不愿意改回国籍，而是他压根儿没法改国籍，因为中国是出了名的脱籍容易回籍难，甚至当年成龙绞尽脑汁为儿子转国籍都没能成功，想尽办法到今天的还没有入到中国籍。原来中国籍是世界上最难入的。可尽管如此，李连杰却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中国人的责任。汶川地震，他组织的义基金总捐款接近5000多万，更有许多工作人员奔赴前线。可他的善举还是引起一些人的不满，因为他们认为做善举就不应该住别墅。那你为什么要去住着豪宅，然后让大家来捐钱？你不应该像特蕾莎修女那样过着简朴的生活来做慈善吗？但李连杰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。史瓦就是他那个创始人，非常清晰的在讲世界上的2种模式一种是德兰修女，她用她无私的爱的奉献去传递爱。另外一个典型就是Bill Gates，他用他的财富杠杆以最大的量化去帮助这个社会。原来一个人的贡献并非要全部用物质来衡量，因为对李连杰来说，他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才能撬动更大的杠杆，而他更是一生致力于将中国武术发扬光大，身体力行，让世界看到中国文化。甚至早年美国前任总统尼克松邀请他来美国做保镖，10几岁的李连杰却说他要保护的是10亿中国人，因为他始终谨记邓爷爷的教诲，要无愧于国家和人民。23年我没敢忘过每一句话，我现在讲出来就是说李基金，我真的可以问心无愧地告诉几个老人家，我真的努力在为人民服务，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中华民族的事情。原来国籍从不是衡量中国人的唯一标准，哪怕身在他乡，拳拳爱国之心依旧是中华儿女最好的通行证。